暴雨连下3个月，积水漫过30层高楼。上一世，我引以为傲的地下堡垒成了最恐怖的深水牢笼，前夫和闺蜜却踩着我的尸体爬上了救生艇。再睁眼，回到末日7天前。这一次，地下室狗都不见，我反手打造钢铁高脚屋，狂囤冲锋舟。当全球沦为泽国，我坐在水上堡垒里吃着火锅，静静看着那对狗男女在发臭的污水里，为了半块发霉的饼干互相撕咬。他结结实实的一巴掌把我从椅子上直接扇飞，后脑勺磕在茶几脚上，嗡嗡作响。温如初，你敬酒不吃罚酒是吧？今天这离婚协议，你签也得签，不签老子打到你签。房子车子都是我的，你休想拿走1分钱。陈浩宇暴躁的咆哮声在头顶炸开，伴随着令人作呕的古龙水味。我捂着流血的额头，看着眼前这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大脑有瞬间的宕机。我没死，我记得10分钟前，我还被困在那个灌满黑色污水的地下室里。暴雨连下了3个月，积水倒灌，水压大的根本推不开门。我眼睁睁看着水面漫过我的下巴、鼻子，那种肺部被脏水呛满，窒息到眼球凸起的绝望感，仿佛还残留在身体里。而陈浩宇和我的好闺蜜苏曼，当时就坐在我买的冲锋舟上，隔着地下室高处的通风口，笑眯眯地看着我淹死。汪汪！我家养的边牧踏雪见我倒地，护主心切，猛地扑上来挡在我身前。滚开，死畜生！陈浩宇抬起穿着尖头皮鞋的脚，狠狠踹在踏雪的肚子上。踏雪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滑出去2米远。这熟悉的场景，我重生了，回到了末日降临的7天前，也就是今天。陈浩宇带着他那群狐朋狗友去我开的生鲜超市闹事，逼我净身出户。我缓缓从地上爬起来，随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血，眼神冰冷地盯着他。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告诉你，别以为装死就能混过去。陈浩宇被我的眼神盯得心里发毛，虚张声势地吼道。我没理他，径直走到厨房，一把抽出了案板上那把剁大骨头的重型斩骨刀，刀锋闪着寒光，足有2斤重。我提着刀走出厨房，陈浩宇还在客厅里骂骂咧咧。温如初，你别给我装神弄鬼，赶紧把字签。卧槽，你干什么？他的声音瞬间劈了叉，像只被掐住脖子的公鸡。我一言不发，猛地抡起斩骨刀，照着他2腿之间就劈了下去。嘟！沉重的斩骨刀深深嵌进真皮沙发里，距离陈浩宇的要害只有不到1厘米。一股温热骚臭的液体瞬间浸湿了他的西装裤，他吓尿了。你刚刚说什么？我耳朵嗡嗡的，没听清。我握着刀柄，手腕微微用力，刀刃贴着他的布料摩擦。上一世我就是太懦弱，总想着讲法律讲道理，才会被这对狗男女吃得死死的。重活一世，我知道在接下来的水世界里，法律就是个屁。疯了，温如初，你他妈疯了！陈浩宇脸色惨白，浑身抖得像个筛子，想跑，裤裆却被刀死死卡住。陈浩宇，房子车子我都可以不要。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但我现在要现金，把你卡里所有的钱，现在立刻转给我，少1分，我今天就让你当太监。你做梦，那是老子的。我眼神一狠，直接拔出刀，在他脖子上划出一道血痕。赚不赚？赚，我赚。感受着脖子上的刺痛，陈浩宇彻底崩溃了，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当着我的面把卡里仅有的60万全部转到了我的账上。我确认了余额，一把抢过他的手机，正好屏幕亮起，是苏曼发来的微信。亲爱的，那个黄脸婆签字了吗？我看了3亚的机票，明天我们就去庆祝吧，顺便拍孕妇照。我冷笑一声，把手机砸在他脸上。滚！给你半天时间，把你的破烂全搬走。陈浩宇连滚带爬地跑了。我看着空荡荡的客厅，深吸了一口气。距离那场淹没全球的暴雨只剩最后7天，我突然感觉到掌心一阵发烫，低头一看，手心里多了一个水滴状的蓝色印记。心念一动，我眼前竟然出现了一个大约100平米的虚无空间，角落里还有一口正往外冒着丝丝白气的泉眼。随身空间，我狂喜，不仅重生，还带了金手指。我试着把茶几上的水杯收进去，再拿出来，水温依旧滚烫，这空间能绝对保鲜。我走到泉眼边喝了一口，额头上的伤口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止血结痂了，这是能治愈伤病的灵泉。有了这底牌，我在水世界活下去的筹码又多了1成。但我没时间高兴，必须争分夺秒。我打车直奔我开的生鲜超市。陈浩宇没要到店面，肯定会回头来砸店。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找到了盘踞在附近建材市场的混混头子黑哥。上一世，黑哥这帮人靠着心狠手辣，在末世初期抢占了一栋高楼，活得相当滋润。黑哥，我这店连货带设备，加上2年租期，少说值80万，现在一口价30万现金，马上过户。黑哥光着膀子，狐疑地看着我。贴上吊限名，妹子，你得罪人了。我坦然点头。我前夫出轨闺蜜，还要逼我净身出户，这店我带不走，便宜你，但我有个条件，以后要是有1男1女来这店里闹事或者借东西，往死里整。黑哥笑了，露出一口黄牙。就喜欢你这种痛快人，成交。拿出装满30万现金的皮箱，我又马不停蹄地把家里所有能卖的首饰、名表全当了，凑了20万，加上陈浩宇的60万和我自己的存款，我手里现在有整整200万的现金，够了。
够我打造一个末日水上堡垒了。拿了钱，我叫了2个拆迁队的大哥回到那个所谓的家。妹子，真砸啊！大哥看着装修豪华的婚房，有点下不去手。砸？除了承重墙，地板给我全撬了，马桶给我砸碎，玻璃全敲掉。我不带一丝犹豫，陈浩宇不是想要这破房子吗？我给他留个毛坯战损版。趁着工人砸墙，我心念一动，把家里那台双开门大冰箱、3台崭新的空调、2张真皮大床，甚至陈浩宇平时最宝贝的那些名牌西装和限量版球鞋，统统收进了空间。看着满地狼藉，我满意的牵着踏雪打车直奔乡下老家。老家在林市的一个山区边缘，地势相对较高，有个带大院子的平房。推开大门，院子里堆满了红砖和水泥，几个工人正在挖坑。爸，快停下，这坑不能挖！我冲过去，一把抢过我爸手里的铁锹。我爸妈吓了一跳。初，你咋突然回来了？这不眼看着要入冬了，我寻思挖个地下室，冬暖夏凉的。不能挖地下室！我急得满头大汗，拉着爸妈进了屋，反锁上门。爸妈，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你们可能觉得我疯了，但你们必须信我。我把末世暴雨、全球洪水以及陈浩宇和苏曼的背叛，竹筒倒豆子般全说了出来，并且当着他们的面，凭空变出了那台双开门大冰箱。看着凭空出现的大冰箱，我爸妈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这是变魔术。我妈结结巴巴，这不是魔术，是我的异能。我神色凝重，爸，7天后会下起一场永远不会停的暴雨，地下室会变成第一个被淹没的棺材。我们要想活命，必须把房子建在天上。我爸抽完了一整包烟，终于咬牙拍板，行，就听闺女的。那咱这房子怎么改？我摊开一张图纸，眼神狂热。不挖地下室，我们建高脚屋，找施工队在平房四周打下8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立柱，把整个生活区拖到半空中。院子里不用来种地，全改造成巨型雨水收集和净化池。更关键的是，我在测试空间时发现了一个极其逆天的隐藏功能。我的空间不仅能装死物，只要在我的视线或监控范围内，我甚至能隔空取物。想到陈浩宇为了带小三去三亚，特意在城南租的那个存放高档物资和现金的秘密仓库，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末日还没来，老娘先去给你来个零元购。第5张付费点。当天夜里，我借着夜色摸到了城南的那个仓库去。陈浩宇这人虚荣又贪婪，他把这些年从我这里抠出去的钱全换成了高档烟酒、名牌包，甚至还有他刚买的一艘准备去海钓的豪华橡皮艇，全藏在这个仓库里。我站在仓库门外，闭上眼睛，将意识集中在掌心的水滴印记上。透过门缝，仓库里的景象清晰地映入我的脑海。收！我默念一声，下一秒，仓库里那艘价值10几万的豪华橡皮艇，2台雅马哈船外机，20箱飞天茅台，10箱中华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稳稳地落在了我的随身空间里。甚至连他藏在保险柜里的10万块现金，我也连箱子一起隔空抽走。看着空空如也的仓库，我冷笑出声。第二天一早，我爸动用了他在村里所有的关系，砸下3倍的工钱，请来了最专业的施工队。我老哥，你这也太急了吧！在平房外面打8根8米高的水泥柱子，还要在底部绑工业浮筒，这哪是建房子，这是要造船啊！包工头看着图纸，满脸不可思议。少废话，钱少不了你的，3天内必须完工，干得好，我再加2万奖金。我爸大手一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工人们开始连轴转，而我则拿着剩下的钱，开始了疯狂的物资大扫荡。暴雨末世，生存逻辑彻底改变，保温不再是第一要务，防水、防潮、防病才是核心。我直奔本市最大的船舶交易市场。老板，给我来3艘最厚实的军工级冲锋舟，全要加厚防穿刺的，再配5台大马力柴油发动机，10个备用螺旋桨。姑娘，你这是要组建舰队啊？少打听，有现货吗？有。买完船，我又订购了50桶柴油和30桶汽油，全部要求用密封铁桶装好。在水世界，燃油就是比黄金还贵的硬通货。接着是潜水服、救生衣、防寒服，我按1家3口的尺寸各买了20套。随后我杀向了医药批发市场。老板，阿莫西林、头孢、退烧药有多少要多少，最重要的是治脚气、治湿疹、治烂裆的皮肤药，给我来500盒，还有防霉剂、消毒液，按吨给我装。暴雨末世，长期泡在水里，皮肤溃烂和呼吸道感染是最大的杀手。上一世多少人没有被淹死，却因为一个小小的伤口感染发炎，在痛苦中哀嚎着死去。下午我去了食品批发城，做饭在水世界将变得极其奢侈，因为没有干柴，电力也会中断。自热米饭、自热火锅，各种口味，给我来5000盒。压缩饼干、巧克力、牛肉干、暗香斑，还有真空包装的烧鸡、烤鸭、卤肉，把你们仓库给我清空。我租了一个偏僻的临时仓库，让商家把货全送到那里。等没人时，我再大手一挥，全部收入随身空间。空间里时间静止，那些刚出锅的烤鸭放进去，拿出来时还在滋滋冒油。这几天
我忙得脚不沾地。我妈也没闲着，她把家里所有的锅碗瓢盆都找了出来，没日没夜的烙大饼、蒸馒头、炸肉丸子，做好的食物放凉后，全部用真空包装机抽成真空，然后让我收进空间。初初，你说这雨真能下那么大？我妈一边往袋子里塞卤牛肉，一边忧心忡忡地看着窗外的大晴天。妈，信我，多准备点总没错。我递给她一杯灵泉水，缓解她的疲劳。末世倒计时第3天，高脚屋的主体结构终于完工，8根粗壮的钢筋混凝土柱子深深扎入地下，将我们原本的一层平房稳稳地托举到了8米高的半空中。远远看去，就像一个巨大的钢铁堡垒。柱子底部，我让人用钢丝绳绑了几10个巨大的工业级塑料浮筒，万一洪水真的没过8米，这些浮筒也能让整个房子像船一样漂浮起来，绝不会沉底。1楼原本的院子被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上面铺设了最先进的雨水过滤系统。这下就算天漏了，咱们也不怕没干净水喝了。我爸摸着新装的柴油抽水泵，满脸自豪。这台高扬程水泵能在积水漫上2楼时强行将水排出去。趁着休息，我打开手机看了一眼朋友圈，第一条就是苏曼发的：三亚的阳光真好，感谢某人的惊喜，未来我们一家3口要狠狠幸福哦。爱心。配图是他穿着比基尼，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靠在陈浩宇怀里，背景是湛蓝的大海。我冷笑出声：三亚，那可是海啸和台风的第1登陆点。我顺手点了个赞，评论道：是挺好，多喝点海水补脑。末日倒计时最后1天，天空依然晴朗，甚至热得有些反常，气温逼近了40度。村民们看着我家那个怪异的高脚屋，纷纷在背后指指点点。老文家是不是疯了？好好的平房不住，架那么高当鸟窝啊？听说他家闺女离婚受了刺激，脑子不正常啊，瞎折腾前辈。我爸听了也不恼，只是按照我的嘱咐，给平时关系不错的几个邻居提了个醒。最近天气闷得慌，怕是有大暴雨，你们最好多买点米面，把1楼的东西往2楼搬搬。有人听进去了，去小卖部扛了2袋米，更多的人则是当耳旁风，一笑了之。傍晚时分，天边的晚霞红得像血一样，透着一股诡异的压抑感。我们一家3口加上踏雪，把最后一点物资搬上了8米高的生活区，然后升起了连接地面的铁质折叠楼梯。咔嗒一声，厚重的防水安全门紧紧锁死，整个房子变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空中孤岛。晚上8点，原本闷热无风的空气突然剧烈流动起来，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惊雷在头顶炸响，仿佛要把天空劈成2半。紧接着，不是下雨，而是天河倒灌，豆大的雨点像密集的子弹一样砸在加固过的彩钢瓦屋顶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末世降临了，雨下的有多大？仅仅2个小时，院子里的积水就已经没过了脚踝，排水沟瞬间瘫痪，浑浊的泥水开始在村子的低洼处汇聚。我站在8米高的防弹玻璃窗前，用夜视望远镜看着外面的世界。狂风夹杂着暴雨，连几米外的大树都被吹得弯下了腰。手机突然疯狂震动起来，是陈浩宇打来的。我按了接听，顺便点开了他那个小区的监控。我走之前特意在楼道里留了个隐蔽摄像头。温如初，你他妈是不是有病？你把房子砸成这样，让我怎么住？电话那头，陈浩宇的声音气急败坏，背景音里全是哗啦啦的漏水声。监控画面里，他和苏曼正站在那套被我砸得稀巴烂的婚房里，没了窗户玻璃，狂风夹杂着暴雨直接灌进客厅，原本的木地板被我撬了，现在满地都是泥水。哎呀，真不好意思，装修队可能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上，喝了一口热气腾腾的皮蛋瘦肉粥。你少装蒜！我告诉你，苏曼怀孕了，受不了冻。你赶紧给我打10万块钱，我要去住酒店。10万？你卡里不是有钱吗？我故作惊讶。我卡里的钱不知道怎么被冻结了，还有城南那个仓库遭贼了，全空了。陈浩宇快急哭了，他当然不知道那些东西全在我的空间里躺着呢。哦，那真是太惨了，我毫无感情的棒读。不过三亚的机票你不是买了吗？怎么没去啊？航班因为雷暴全取消了。温如初，你别废话，赶紧转钱。嘟嘟嘟，我直接挂断了电话，顺手拉黑。想住酒店，今晚过后，全市的酒店1楼都会变成水族馆。这场雨一下就是3天3夜，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第4天清晨，我再次站到窗前，眼前的景象让见识过一次末世的我依然感到一阵心悸。没有陆地了，整个村子已经变成了一片汪洋，积水已经淹到了普通平房的屋檐处，大约3米多深。无数的家具、垃圾，甚至家禽的尸体在浑浊的水面上漂浮。有些没来得及跑的村民只能爬上屋顶，披着塑料布，在狂风暴雨中瑟瑟发抖，绝望的呼救。而我们家因为提前建了8米高的立柱，目前生活区距离水面还有将近5米的安全距离。老天爷啊！我妈看着外面的惨状，捂着嘴哭了起来。初幸亏听了你的，要是真挖了地下室，咱们现在连骨头都找不着了。我爸紧紧握着我的手，手心里全是冷汗。爸，这才刚开始。
我拍了拍老爸的肩膀，我打开平板电脑，切到了城里的监控。城市的情况比农村更惨，排水系统彻底崩溃，地下车库全部灌满，1楼的商铺和住宅无一幸免。陈浩宇那个小区地势低，积水已经淹到了2楼。监控里，陈浩宇和苏曼正狼狈地顺着楼梯往3楼爬，因为1楼被淹，电早就停了。陈浩宇，你个废物！你不是说这房子地段好吗？现在连口热水都喝不上，我饿死了。你闭嘴！要不是你非要今天去买什么孕妇装，我们至于被困在外面回不来吗？两人在阴暗潮湿的楼道里狗咬狗，看得我心情大好。我从空间里拿出一盘刚切好的冰镇西瓜，用牙签扎了一块放进嘴里，真甜。暴雨第7天，水位继续上涨，已经逼近了4米。陈浩宇和苏曼彻底断粮了。这几天，他们靠着捡别人丢在楼道里的半包发霉饼干勉强充饥，长时间泡在脏水里。苏曼的腿上已经开始起大片的红疹子，奇痒无比。浩宇，我真的受不了了，我肚子好疼。苏曼靠在楼梯扶手上，虚弱的哭泣。陈浩宇饿得眼睛发绿，他突然想起了什么，猛地一拍大腿，有了！温如初那个生鲜超市，那地方地势高，肯定没被完全淹没，里面绝对有吃的。他找了一块漂浮的木门板，拉着苏曼，冒着暴雨朝超市的方向滑去。我看着监控，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去吧，黑哥可是等你们很久了。超市确实没被完全淹没，1楼进水了，但2楼的仓库还在。陈浩宇费了9牛2虎之力，把苏曼拉上了超市2楼的窗户。太好了，有吃的了！看着满仓库的火腿肠和泡面，陈浩宇两眼放光，扑上去就要撕包装。砰！一根棒球棍狠狠砸在他的后背上，直接把他砸趴在满是积水的地上。黑哥带着几个纹身小弟，叼着烟，冷笑着走了出来。哟，我当是哪路水鬼呢？原来是不速之客啊！陈浩宇疼得龇牙咧嘴，抬起头看到黑哥，吓得魂飞魄散。大哥，我们就是太饿了，拿点东西吃，我给钱。黑哥一脚踩在陈浩宇的脸上，用力捻了捻钱。现在这世道，钱连擦屁股都显硬。不过黑哥的目光落在一旁瑟瑟发抖的苏曼身上，眼神变得猥琐起来。这妞虽然怀孕了，但也算细皮嫩肉的，想吃东西，行啊，拿它来换。不，浩宇救我！苏曼尖叫起来。陈浩宇趴在地上，看着凶神恶煞的黑哥，又看了看苏曼，突然咬了咬牙，大哥，只要给口吃的，他随你们处置。陈浩宇，你个畜生！苏曼凄厉的咒骂。我冷冷地关掉了监控声音。这对狗男女终于开始互相反噬了。转眼，暴雨已经下了1个月，水位涨到了惊人的6米。原本2层楼高的建筑已经完全消失在水面之下，整个世界变成了一片汪洋上的废墟。我们家的高脚屋现在距离水面只有不到2米了。好在底部的工业浮筒发挥了作用，整个房子虽然有些摇晃，但依然坚挺。这1个月里，我们一家3口过得可以说是神仙日子。外面狂风暴雨，我们屋里开着柴油发电机，吹着空调。我妈每天变着花样做饭，今天吃自热火锅，明天吃空间里拿出来的烤鸭。实在无聊了，我们就在客厅里用投影仪看下载好的搞笑综艺。踏雪甚至胖了1圈，但平静的日子总是会被打破的。这天半夜，踏雪突然狂吠起来，我猛地惊醒，抓起手边的复合弩，冲到监控屏幕前。红外夜视画面里，有2艘破烂的橡皮艇正悄悄靠近我们家的高脚屋，艇上坐着5、6个手里拿着砍刀和铁棍的男人。大哥，这房子建的真他妈邪门，居然没被淹，里面肯定有肥羊。一个小喽啰兴奋地说，小声点，顺着柱子爬上去，男的弄死，女的留下，东西全抢走。带头的刀疤脸恶狠狠地下令。我冷笑一声，真把我家当软柿子了。我按下墙上的一个红色按钮，滋啦，缠绕在8根承重柱外围的隐形高压电网瞬间通电。刚刚把手搭在铁丝网上的2个小喽啰，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瞬间被电得浑身焦黑，直挺挺地掉进了浑浊的洪水中，溅起2朵水花。卧槽，有电！刀疤脸吓得差点从小艇上翻下去。快撤！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推开2楼的射击孔，端起复合弩，瞄准了刀疤脸那艘橡皮艇的边缘。金刚打造的弩箭精准地射穿了橡皮艇的气势。橡皮艇迅速瘪了下去，几个水贼惊恐地掉进冰冷刺骨的洪水中，拼命扑腾。但在这种恶劣的水况下，没有船，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我冷漠地关上窗户，继续回房间睡觉。在这末世，圣母心是最致命的毒药。又过了2个月，雨势终于有了一丝减弱的迹象，从倾盆大雨变成了淅淅沥沥的中雨，但水位已经稳定在7米左右，再也没有降下去过。我再次打开了超市的监控，画面里的景象简直像人间地狱。超市2楼也进水了，水深及膝。黑哥那帮人因为抢不到物资，开始互相残杀，而陈浩宇被一根铁链拴在角落里，骨瘦如柴，身上长满了恶心的脓疮，像条狗一样啃了一块发黑的烂骨头。苏曼不见了。后来我通过回放才知道，半个月前，苏曼因为长期泡在脏水里，下半身严重感染，加上营养不良，早产了，生下了一个死胎后，她在大出血和感染的双重折磨下，哀嚎了3天3夜，活活疼死了。她死后，黑哥嫌晦气，直接把她的尸体扔进了窗外的洪水中。陈浩宇当时就在旁边看着，一句话都没敢说。温如初，救救我！监控里，
陈浩宇突然抬起头，对着虚空喃喃自语，眼神已经彻底疯狂。我面无表情地关闭了监控。渣男恶女，这都是你们应得的报应。末世第6个月，久违的太阳终于穿透了厚厚的云层，洒在了波光粼粼的水面上。雨停了，但地球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水世界。我爸打开了那台老式收音机，里面传来了断断续续的沙沙声。滋滋，这里是华南官方水上基地。滋滋，我们已经研发出大型辅导技术，正在沿途搜救幸存者，请看到红色信号弹的幸存者保持原地等待。我妈听到广播，眼泪瞬间决堤，捂着脸泣不成声。老温，初，咱们活下来了，咱们熬过来了。我爸也红了眼眶，紧紧搂住我妈。3天后，一艘巨大的由几艘退役军舰改造而成的水上方舟，伴随着红色的信号弹，缓缓驶入了我们这片水域。救援人员乘坐冲锋舟靠近了我们的高脚屋。当他们看到我们一家3口面色红润，甚至还养着一条毛发发亮的边牧时，全都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你们是怎么在这场浩劫里活下来的？救援队长满脸不可思议。我看着远处的方舟，又看了看身边的父母和踏雪，嘴角扬起一抹灿烂的微笑，因为我们早有准备。这一世，我没有死在冰冷的水牢里，我带着我的家人，在这片无尽的汪洋中，亲手打造了属于我们的诺亚方舟，迎来了真正的重生。救援队长看着我们一家3口红润的面色，再看看我手里端着的那盘还在冒热气的红烧肉，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温小姐，现在水面虽然平静了，但官方预测未来可能会有极端洋流，我诚挚邀请你们登上诺亚1号方舟，那里有军队保护。队长态度诚恳。我拿起望远镜，看向极海里外那艘庞大的钢铁巨兽，表面看着壮观，但甲板上密密麻麻挤满了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幸存者。为了半瓶浑浊的过滤水，几个人正大打出手，甚至有人被直接推下了海。去那里当难民，还要被统一分配物资，我脑子进水了才去。多谢好意，但我们家在这住习惯了，暂时不想搬。我毫不犹豫地拒绝，随后从空间里拿出一条华子和2箱自热火锅，递给队长。不过，我希望能用这些跟你们换点最新的情报，比如水下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队长看着物资，眼睛都直了。在方舟上，这一条烟能换一条人命。他压低声音，神色凝重。温小姐，你很聪明。雨虽然停了，但真正的危险才刚开始，因为水质污染和辐射，水里的生物变异了。这也是我们急着搜救幸存者上大船的原因。送走救援队，我看着平静的有些发黑的水面，眼神微暗。末世的第2阶段，深渊巨兽要来了。队长的警告应验的极快。当天深夜，高脚屋突然一阵剧烈晃动，伴随着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汪汪汪，踏雪对着地板狂吠，浑身毛发炸立。我猛地翻身下床，抓起强光手电和复合弩，冲到1楼的防弹玻璃前。手电光柱打在水面上，一个足有小汽车大小的黑影正在疯狂撞击我们底部的工业浮筒。那是一条变异的巨型鲶鱼，浑身长满了坚硬的骨刺，嘴里满是倒锯齿般的獠牙。砰！它再次撞击，一根钢筋混凝土立柱竟然出现了裂纹，不能让它把地基毁了。我推开射击孔，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金刚弩箭带着破空声射入鲶鱼的背部，但只没入了一半，根本无法造成致命伤。巨鲶吃痛，反而更加狂暴，张开血盆大口朝窗户跃起。就在它即将撞碎玻璃的瞬间，我死死盯着它，掌心水滴印记滚烫，脑海中疯狂咆哮。收！唰！小汽车大小的巨鲶凭空消失，下一秒，它出现在了我的随身空间里。空间里没有空气，更没有水。这头不可一世的变异水兽只挣扎了不到10秒，就因为空间法则的压制，瞬间爆裂成一滩碎肉。而在那堆碎肉中，一颗散发着幽蓝色光芒的晶体滚落出来。我的空间印记仿佛闻到了极致的美味，瞬间将那颗晶体吸收。轰！我的脑海里传来一阵轰鸣，原本100平米的空间瞬间扩张到了500平米，而且边缘地带竟然出现了一块大约1分地的黑色土壤。空间升级了，不仅能保鲜，还能种植了。去年的袭击让我意识到，固定在原地的高脚屋已经不再绝对安全。我正盘算着如何利用升级后的空间把家改造成移动堡垒，监控里却出现了几个老熟人。几公里外，黑哥带着仅剩的3个小弟，正划着2艘用塑料桶拼凑的破筏子，在水面上亡命狂奔。在他们身后，水花翻滚，显然是有变异鱼群在追击。而另一艘更破的筏子上，用铁链拴着一个骨瘦如柴、浑身散发着恶臭的男人，是陈浩宇。他被黑哥当成了吸引变异鱼的诱饵。大哥，前面有个钢铁房子，看着像个堡垒，咱们去那边躲躲。小弟眼尖，指着我家的高脚屋大喊。黑哥抹了一把脸上的臭水，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妈的，拼了！冲过去，把里面的人宰了抢房子。他们拼命滑到高脚屋下方，黑哥正准备往承重柱上抛抓钩，我直接推开窗户，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黑哥，好久不见啊！我那30万的生鲜超市住的还习惯吗？黑哥猛地抬头，看到是我，像见了鬼一样。温如初，你怎么可能还活着？另一艘筏子上，已经饿得神志不清的陈浩宇听到我的名字，突然剧烈挣扎起来，发出野兽般的嘶吼。如初，救我！我错了，拉我上去。我看着这群人渣，连复合弩都没拿，只是冷冷地伸出右手，
打了个响指，空间剥夺，瞬间，黑哥他们筏子底下绑着的几个核心塑料浮筒凭空消失，被我收进了空间。扑通扑通，失去浮力的筏子瞬间解体，黑哥几人惨叫着跌入深不见底的黑水之中，后面的变异鱼群瞬间蜂拥而至，水面上翻滚起猩红的血花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陈浩宇在水里疯狂扑腾，他绝望地朝我伸出那只长满烂疮的手，如出就一条长着獠牙的黑鱼跃出水面，一口咬住了他的脖子，将他彻底拖入了无尽的深渊。水面很快恢复了平静，上一世的仇人终于在这个水世界里死得连渣都不剩，仇人死绝，但我没有放松警惕。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化身为水上幽灵，我开着冲锋舟，利用升级后的巨型空间潜入那些被淹没的城市废墟。我收走了被遗弃在港口的豪华邮轮的合金外壳，收走了大型造船厂里没来得及运走的巨型浮箱，甚至潜入水下的军工仓库，收走了大批高强度防弹玻璃和太阳能矩阵。回到高脚屋，我爸凭借着多年的工程经验，加上我空间的隔空拼接能力，我们开始了一场疯狂的改造。我们砍断了高脚屋的8根混凝土柱子，将整个生活区平移到了由几十个巨型浮箱和邮轮合金外壳拼装而成的超级底座上，四周加装了防弹装甲，顶部铺满了太阳能发电板。底座内部不仅安装了多台大马力柴油发动机，还设置了水循环过滤舱。短短1个月，曾经的高脚屋变成了一艘长达30米、宽15米、坚不可摧的水上移动堡垒。我给它取名叫初雪号。更让我惊喜的是，空间里那块黑土地种下去的蔬菜种子，因为有灵泉水的浇灌，生长速度快得惊人。外界3个月才能成熟的小白菜，在空间里3天就能收割。我们家彻底实现了水世界里的物资内循环。有了初雪号，我们不再局限于一地，开始在无尽的汪洋上游弋。这天，我们在搜寻一片曾经的工业区时，遇到了一场黑吃黑。3艘挂着骷髅旗的重型武装快艇正在围攻一艘官方的物资运输船，是水鼠帮的人。我爸拿着望远镜，眉头紧锁。这帮人是暴雨后崛起的海盗，专门掠夺幸存者和官方的落单船只，手段极其残忍。官方运输船火力不足，眼看就要被登船。我本不想多管闲事，但水鼠帮的头目眼尖，一眼看到了不远处造型拉风的初雪号。老大，那边有条大鱼，看那装甲，里面肯定全是好东西。头目调转枪口，一发火箭弹直接朝我们射来，找死！我眼神一寒，初雪号的防弹装甲连火箭弹的破片都能轻松挡下。我走出舱门，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将空间异能催动到极致。500平米的空间意味着我的隔空取物范围扩大到了方圆500米。我锁定了3艘武装快艇，下一秒，令所有人头皮发麻的一幕发生了。水鼠帮快艇尾部的高性能大马力引擎，他们手里端着的自动步枪，甚至船舱里堆放的弹药箱，在同一时间全部凭空消失。刚刚还嚣张跋扈的海盗们，瞬间变成了手无寸铁、随波逐流的傻子。活见鬼了！我的枪呢？官方运输船趁机反击，将这群失去动力的海盗全部击毙。我则美滋滋地在空间里清点战利品，3台顶配船用引擎，几十把好枪，还有几大桶纯净燃油，反向零元购，爽！时光荏苒，暴雨末世降临已经整整2年，全球的水位彻底稳定，人类也逐渐适应了这种水生生活。官方建立了几座巨大的水上城邦，而更多的幸存者则是在各种拼凑的浮岛上苟延残喘。但在华南这片广阔的水域上，流传着一个神话，那是一艘名为初雪号的黑色钢铁巨舰，它拥有最强悍的装甲、最充足的电力，甚至在它的甲板上还能看到绿油油的藤蔓和活蹦乱跳的活鸡。此刻，我正躺在初雪号顶层的阳光房里，喝着我妈刚榨的冰镇西瓜汁，踏雪趴在我的脚边打着呼噜。楼下，官方基地的最高指挥官正满脸堆笑地跟我爸交涉：温老哥，这个月的抗生素和新鲜蔬菜，您看能不能再多匀给我们100斤？我们愿意用基地最新研发的深水生钠图纸跟您换。我爸抽着华子，不紧不慢地吐了个烟圈。这得看我闺女的心情，她最近嫌那几条变异金枪鱼太吵，睡不好觉。明白，我们马上派护卫队去清理那片海域。指挥官点头哈腰。我看着窗外湛蓝的天空和一望无际的海洋，嘴角勾起一抹惬意的微笑。曾经，这片海洋是埋葬了无数人的地狱，但现在，这是独属于我们一家3口的绝对自由的乐园。交易很顺利，我用100斤空间里种出的大白菜和2盒阿莫西林，换来了官方基地最新研发的深水广域声呐探测仪的全套图纸和核心主板。送走感恩戴德的指挥官后，我爸立刻钻进了初雪号的底层工作舱。我爸这人末世前就是个高级机械工程师，有了图纸和设备，不到2天，一台造型硬核的深水声呐就挂在了初雪号的船底。滴滴，随着声呐启动，控制室的大屏幕上开始勾勒出水下几百米深处的3D 地形图。好家伙，我们现在正飘在曾经的市中心 CBD 正上方。我爸指着屏幕上一座座被淹没的摩天大楼轮廓，兴奋地搓了搓手。初，这下面可是旧世界的金融中心啊！我盯着屏幕，眼睛也亮了。暴雨来得太急，大部分财富、尖端设备，甚至博物馆里的好东西，都随着城市一起沉入了水底。现在人类都在水面上为了半块发明面包打生打死，水下的宝藏却无人问津。爸，
把船锚抛下去，固定位置。我转身走向装备室，我去下面摸摸盲盒，小心点，水下水压大。而且谁知道那些变异鱼进化成什么鬼样子了？我妈一边叮嘱，一边往我兜里塞了几块高热量巧克力。我换上之前囤的最高级别的重型抗压潜水服，背上2罐混合气体，腰间别了一把高压电击枪和特制的3棱军刺。打开舱门，我纵身跃入冰冷幽暗的黑水之中，水下探宝正式开始。随着深度下降，周围的光线迅速被黑暗吞噬，潜水服探照灯的光柱在浑浊的水中只能照亮前方10几米的距离，水压越来越大。潜水服的关节处发出轻微的嘎吱声，50米、100米、200米，终于，我的双脚踩在了坚实的物体上，是一栋摩天大楼的楼顶停机坪。顺着大楼外墙继续下潜，我看到了曾经繁华的街道，红绿灯被水草缠绕，报废的豪车像火柴盒一样散落在泥沙里，偶尔有几具惨白的骨骸随着水流漂浮，诉说着末日降临时的绝望。我按照声呐的定位，游向了曾经本市最大的地下金库所在地——联邦银行总部。金库的大门足有半米厚的防爆钢板，即使是末世前，不用炸药也绝对炸不开。但现在这玩意儿对我来说形同虚设。我游到大门前，将手掌贴在冰冷的钢板上，心念一动，空间穿透收取。经过上次升级，我的空间感知力已经能穿透一定厚度的障碍物。下一秒，我的意识探入了金库内部，一排排码放整齐的金砖，一箱箱未开封的连号现钞，还有各种绝版古董字画。虽然现钞现在连擦屁股都显硬，但黄金和古董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有其特殊的能量价值，全给我收！刷，金库内部瞬间被洗劫一空。当我把成吨的黄金收入空间时，手心的水滴印记突然爆发出一阵灼热的刺痛，空间里的黑土地开始剧烈翻滚，面积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外扩张了整整1倍。原来高密度的贵金属也能作为空间升级的养料。我狂喜，正准备去隔壁的珠宝行继续进货，身后的水流突然出现了异常的剧烈涌动，一股极其危险的直觉让我猛地向前扑倒。轰！一条水桶粗、长满暗红色吸盘的巨大触手狠狠抽在我刚才停留的防爆门上，直接将半米厚的钢板抽出了一个深深的凹坑。我转过身，探照灯打过去，头皮瞬间炸裂。那是一只体型堪比重型卡车的变异巨型章鱼，它的一只眼睛就有磨盘那么大，瞳孔里闪烁着嗜血的红光。显然，我刚才收取黄金时散发的空间波动吸引了这个深海霸主。章鱼根本不给我反应的时间，2条粗壮的触手如同深海巨蟒，一左一右朝我绞杀过来。在深水区，人类的动作太迟缓了。我拼命扣动高压电击枪的扳机，滋啦一声，强劲的电流击中触手，但巨型章鱼只是微微一顿，反而被激怒了，喷出一大股浓黑如墨的毒汁，周围的水域瞬间变得漆黑一片，我的视线被彻底剥夺。紧接着，我的腰部一阵剧痛，一条触手死死缠住了我。巨大的绞杀力让重型潜水服发出了不堪重负的警报声，警告：抗压层受损，氧气泄漏，肺里的空气被一点点挤压出来，窒息感再次涌上心头。想杀我没那么容易，我没有挣扎，反而顺着触手的拉扯，强行扭转身体，双手死死抱住了那条缠着我的粗大触手。给我进空间！我将所有的精神力集中在双手接触的位置。空间法则极其霸道，活物虽然难以直接收取，但只要我切断它的一部分，噗嗤，空间裂缝如同世界上最锋利的铡刀，顺着我的双手瞬间闭合。那条水桶粗的触手连同章鱼的一小半身体硬生生被空间切割吞噬。嗷！深海中回荡起变异章鱼凄厉到极点的惨叫，黑水剧烈翻滚，它松开了我，剩下的触手疯狂乱舞，落荒而逃。我大口喘着粗气，看着氧气表上仅剩的10%红线，不敢逗留，迅速启动了潜水服的紧急上浮装置。哗啦，冲出水面的那一刻，久违的新鲜空气灌入肺部，我贪婪地呼吸着。出血号的甲板上，我爸早就放下了升降梯。初，你可算上来了。刚才声呐显示下面有个巨大的能量源在快速移动，吓死我了。我爸把我拉上甲板，我妈赶紧拿来干毛巾。没事，遇到只大章鱼，被我卸了一条腿。我脱下潜水服，意念沉入空间，那节被切进空间的变异章鱼躯体已经化作了一滩血水，而血水中央悬浮着一颗拳头大小、散发着浓郁红光的晶核。这颗晶核的能量比之前那条巨年强10倍不止，空间印记贪婪地将其吞噬。这一次的升级动静极大，我只觉得脑海中一阵清明，空间的面积直接暴涨到了惊人的5000平米，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不仅如此，黑土地旁边竟然凭空出现了一个小型的淡水湖泊，灵泉的水量也变成了一道小瀑布。最让我兴奋的是，我脑海中多了一条信息：解锁新能力，绝对领域，以自身为圆心，半径10米内可瞬间抽空空气或水分，制造绝对真空屏障，持续时间5分钟。神技，在水世界能瞬间抽空敌方船底的海水，或者抽空敌方周围的空气，这简直是降维打击。我握紧拳头，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现在就算再遇到那只巨型章鱼，我也有把握在水下直接秒杀它。休整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我被一阵刺耳的警报声吵醒。初，快起来！雷达显示
有大批船只正在包围我们。我爸在广播里焦急地喊道。我披上外套冲进控制室，看清监控画面后，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在初雪号四周，整整围了20多艘火力强劲的改装战舰，有挂着重机枪的快艇，有装甲厚重的运沙船，甚至还有一艘旧时代的退役巡逻艇。炮管正冷冷地指着我们的甲板，所有船只的桅杆上都挂着一面黑色的旗帜，上面画着一个滴血的3叉戟。海王殿，我爸眉头紧锁，这可是这片海域最大的毒瘤，听说他们有上千号人，连官方基地都不敢轻易招惹他们，他们怎么盯上我们了？还能因为什么？才搏动人心呗。我冷笑一声，初雪号太招摇了，在这片连喝口干净水都难的汪洋上，我们不仅有太阳能发电，甚至甲板上还露出了绿油油的蔬菜叶子。在那些饿红了眼的海盗看来，我们就是一块行走的超级肥肉。里面的人听着，退役巡逻艇的甲板上，一个光着膀子、满脸横肉的光头男人拿着高音喇叭嚣张地喊话：“老子是海王殿的3当家，狂杀！你们这艘船，我们海王殿看上了，现在立刻放下武器，男的滚出来当奴隶，女的扒光了走上甲板，老子心情好，还能留你们一条狗命，否则3分钟后，我把你们的龟壳轰成渣！”喇叭的回音在水面上激荡，海盗们发出阵阵淫邪的狂笑。轰成渣，就凭他那些破铜烂铁。我爸冷哼一声，转身走向武器控制台。初初，我把近防炮预热了，你一句话，我先把他那艘巡逻艇打沉。老温，别急着开火，浪费弹药。我妈端着一盘刚煎好的荷包蛋和火腿肠走出来，淡定地放在控制室的桌子上。初初刚醒，先吃早饭，让他们在外面叫唤一会儿。我看着处变不惊的父母，忍不住笑了，这就是底气。我拉开椅子坐下，慢条斯理地吃了一口外焦里嫩的荷包蛋，甚至还拿了一根火腿肠喂给旁边摇尾巴的踏雪。外面的狂杀见我们毫无反应，顿时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给老子开火，先打烂他们的太阳能板！砰砰砰，几艘快艇上的重机枪率先开火，密集的子弹打在初雪号的防弹装甲上，溅起一连串火花，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连个白印子都没留下。3当家，这船的壳子太硬了，机枪打不穿啊！小弟急了，狂杀一把推开炮手，亲自坐到了巡逻艇的主炮位上。一群废物，看老子一炮轰开他的门！他狞笑着转动炮塔，瞄准了初雪号的生活舱大门。吃饱了吗？我放下筷子，擦了擦嘴。吃饱了就去活动活动筋骨吧。我爸笑着递给我一把复合弩，不用这玩意儿。我推开弩，眼神冰冷地走向舱门，对付这群垃圾，脏了我们的剑。我推开沉重的防爆门，独自一人走上了初雪号的甲板。海风吹拂着我的头发，我居高临下的看着周围那20多艘海盗船，仿佛在看一堆破铜烂铁。哟，还真有个极品小妞出来了。狂杀看到我，眼睛冒出荧光，大喇叭喊得更响了：“小妞，算你识相，乖乖游过来，老子让你当压寨夫人，当你的头！”我懒得废话，直接催动了空间刚刚解锁的绝对领域，目标锁定，以狂杀所在的巡逻艇为中心，半径10米，抽空。我猛地握紧右手，诡异至极的一幕发生了。狂杀脸上的狂笑瞬间僵硬，他张大嘴巴想要嘶吼，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周围10米范围内的空气，在1/10秒内被我的空间强行抽干，形成了一个绝对真空的死亡地带。没有空气，声音无法传播；没有空气，内脏的压力瞬间失衡。狂杀和甲板上的10几个海盗，眼球瞬间充血凸起，鼻腔和耳朵里喷出鲜血。他们像离水的鱼一样死死掐着自己的脖子，在甲板上痛苦的翻滚抽搐。3当家，3当家怎么了？旁边快艇上的海盗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开炮，快开炮，打死那个妖女！有人惊恐地大喊。我嘴角勾起一抹死神的微笑，意念再次转动，这一次目标是他们船底的海水。空间收取，哗啦！围在初雪号左侧的7、8艘快艇，其底部的海水瞬间凭空消失了上千吨，失去浮力的支撑。这几艘船在重力的作用下，如同自由落体般猛地砸向凭空出现的深坑。紧接着，周围的海水疯狂倒灌，填补真空。轰隆隆，巨大的水压和漩涡瞬间将这7、8艘快艇搅成了碎片，木板断裂，钢铁扭曲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几十个海盗连惨叫都没发出，就被卷入了水底的死亡漩涡。仅仅不到1分钟，20多艘气势汹汹的海盗战舰，一艘变成了无声的屠宰场，7、8艘粉身碎骨，剩下的10几艘船上的海盗彻底吓破了胆。鬼，他是水鬼，快跑啊！不知道是谁尖叫了一声，剩下的海盗疯狂地调转船头，连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发动机冒出滚滚黑烟，拼命逃窜。跑，问过我了吗？我冷哼一声，直接发动隔空取物，咔嚓咔嚓，逃跑的10几艘船尾部的螺旋桨瞬间消失，全部被我收进了空间。失去动力的船只在水面上打着转，像一群待宰的羔羊。我放下升降梯，驾驶着一艘轻型冲锋舟，犹如死神般靠近了其中一艘瘫痪的快艇。船上的海盗吓得跪在甲板上疯狂磕头，姑奶奶饶命，活菩萨饶命啊！我们也是被逼的。我一脚踹翻带头的人，军刺抵在他的咽喉上。海王殿的老巢在哪？你们老大是谁？有多少人？再往东50海里的双子峰，那是2座没被淹没的山头连起来的要塞。老大叫毒龙，
手里有1000多兄弟，还有官方那边弄来的重武器和防空导弹，海盗到豆子一样全招了。防空导弹挺富裕啊！我收起军刺，冷冷地看着他，回去告诉你们老大毒龙，洗干净脖子等着，我温如初今天去抄他的家。说完，我毫不犹豫地扣动了电击枪，将这艘船上的几个人全部电晕，扔进了水里，是死是活看造化。回到初雪号，我爸已经设定好了航线，初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既然惹了，就一把火烧干净。我爸眼中闪过一丝狠戾，在这末世，善良是对家人用的，对敌人只有赶尽杀绝。全速前进，目标双子峰，50海里的距离，初雪号全速航行，不到2个小时就抵达了目标海域。远远望去，所谓的双子峰确实是一座易守难攻的水上要塞，2座山头露出水面大约几十米，中间用粗壮的钢铁吊桥连接，山体上被挖出了密密麻麻的防空洞，四周停泊着几十艘大大小小的战舰，制高点上甚至能看到雷达天线和防空导弹的发射架。这防守够严密的，强攻的话，我们的装甲虽然硬，但也扛不住导弹的集火。我爸拿着望远镜分析道：“谁说我们要强攻了？”我看着那座要塞，仿佛在看一个巨大的物资仓库。爸，把初雪号停在雷达盲区，我潜水过去。他们不是喜欢抢劫吗？今天我让他们体验一下什么叫真正的零元购。我再次换上潜水服，悄无声息地滑入水中，避开外围的巡逻艇。我从水下直接潜入了双子峰的内部水道。海王殿的内部简直奢靡到了极点，山洞里灯火通明，发电机轰鸣，到处堆放着他们从四处劫掠来的物资。我隐蔽在暗处，看着几个海盗正在搬运一箱箱的军火和高档洋酒。老大说了，等三当家把那艘铁甲船抢回来，今晚全寨开庆功宴，敞开了喝。我冷笑一声，意念全开，5000平米的超大空间，加上穿透收取的逆天能力，让我化身为一台无情的吞噬机器。我顺着通道一路往里走，所过之处犹如蝗虫过境。军火库，手成箱的 AK 手雷，甚至2台单兵火箭筒瞬间进入我的空间。粮仓，手堆积如山的米面粮油罐头，脱水蔬菜，连装粮食的麻袋都没给他们留。最后我摸到了位于山体最深处的能源库，这里存放着上百桶高纯度柴油和航空煤油，这是海王殿能够称霸这片海域的根本。全给我进来吧！我大手一挥，整个能源库瞬间空空如也。做完这一切，我甚至连他们挂在墙上的备用发电机都没放过。怎么回事？灯怎么灭了？嫡媳，快拿枪！卧槽，军火库空了，枪呢？老大，不好了，粮仓和油库全都不见了，连一滴油都没剩下。整个双子峰要塞瞬间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和恐慌之中，失去了电力，山洞里一片漆黑，海盗们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互相踩踏。海王殿的老大毒龙从温柔乡里惊醒，提着裤子冲出来，看着空荡荡的宝库，双眼滴血，发出绝望的咆哮。是谁？到底是哪个王八蛋干的？老子要将你碎尸万段！你在找我吗？我从阴影中缓缓走出，手里把玩着一枚刚刚从他们军火库里收来的高爆手雷。你是谁？你怎么进来的？毒龙看着我，又看了看我手里那枚原本属于他的手雷，浑身发毛，狂杀去抢我的船。没回去告诉你我是谁吗？我拉开了手雷的拉环，毒龙瞳孔骤缩。你就是那艘铁甲船的主人，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下地狱去问阎王吧！我将手雷轻轻抛向毒龙脚下，同时瞬间发动空间能力，将自己传送回了500米外的水下。轰！剧烈的爆炸在山洞内部引发了连锁反应。虽然我抽空了大部分弹药，但遗留的一些易燃气体还是引发了熏爆。巨大的火球从双子峰的山洞里喷涌而出，整座要塞在剧烈的震动中开始坍塌。曾经不可一世的海王殿，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被我一个人兵不血刃的彻底抹除。我浮出水面，看着远处燃烧的火光，深藏功与名。第31章海王殿覆灭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整片华南水域，官方基地的高层彻底震动了。他们派出了最高规格的使者，带着最顶级的净水设备和科研资料，在初雪号外恭敬地等了3个小时，只为了和我签订一份互不侵犯与物资互换的高级盟约。所有人都知道，在这片汪洋上，惹怒官方顶多坐牢，惹怒初雪号那是连骨灰都找不到。时光荏苒，暴雨末世进入了第5个年头，初雪号已经不能称之为一艘船了。利用空间里不断产出的高级物资和变异晶核，我们对它进行了无数次扩建。现在它是一座面积堪比小型岛屿的水上钢铁绿洲，甲板上不仅有温室大棚，甚至被我用空间里的黑土填出了一片小型的果园，苹果树和葡萄藤在海风中生机勃勃。初雪号的底层被改造成了全自动的防御矩阵，任何敢于靠近的变异水兽都会成为空间升级的养料。今天是个难得的好天气，海面风平浪静，阳光温暖而不刺眼。我穿着一袭长裙，躺在甲板的沙滩椅上，手里端着一杯加了冰块的鲜榨葡萄汁。踏雪已经是一只老狗了，安静地趴在我的脚边晒太阳。不远处，我爸正拿着一根特制的鱼竿，跟一条几十斤重的变异海鲈鱼较劲。老头子，你行不行啊？别让鱼把你拽水里去。我妈端着一盘刚烤好的小饼干走出来，笑着打趣：胡说，我这技术今天非得给初初炖个鱼头汤补补。我爸憋红了脸，猛地一挑鱼竿，看着父母斗嘴的温馨画面，
我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谁说末世只有绝望和杀戮？只要你足够强，末世也可以是度假的天堂。第32章，我把那条几十斤重的变异海鲈鱼刚溜出水面，还没来得及抄网，刺耳的最高级别防空警报声突然响彻整片海域。呜呜，这不是我们出血号的警报，而是来自50海里外官方水上基地的诺亚1号方舟。紧接着，出血号控制室里的军用级对讲机爆发出一阵带着绝望哭腔的嘶吼：呼叫出血号，呼叫温小姐，这里是诺亚1号指挥中心，我们遭遇了毁灭性打击。重复，我们遭遇了毁灭性打击。我猛地从躺椅上坐起，一把扯掉墨镜，几步跨入控制室，按下通话键。我是温如初，你们遇到什么了？海盗残党？不是海盗，是怪物，深渊里的怪物。指挥官的声音抖得像在冰窟窿里。声呐显示，一个体长超过150米的超巨型生物猿正在疯狂攻击方舟底部，我们的深水鱼雷打在他身上就像挠痒痒。方舟的第3、第4水密舱已经破裂，正在进水下沉。150米，我爸倒吸了一口凉气，手里的烟都掉在了甲板上。要知道，末世前最大的蓝鲸也就30多米，150米，这简直是一座在水下高速移动的摩天大楼。温小姐，他不仅在攻击我们。果然，屏幕边缘，一道代表着毁灭性海啸的深红色波浪线，正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向出血号逼近。而海啸的中心，有一团刺目的巨大红斑，跑是跑不掉的。出血号在坚固，被50米的巨浪当头拍下，也有翻船的风险。爸，启动所有备用引擎，把防弹装甲全部锁死。我眼神瞬间变得无比锐利，嘴角甚至勾起了一抹疯狂的笑意。初初，你疯了？那可是150米的怪物！我妈急了，妈，这么大的怪物，它的晶核得有多大？我舔了舔嘴唇，眼中满是贪婪与战意。既然躲不掉，那就把它变成我们空间升级的终极养料，全速前进，迎击海啸。天空不知何时阴沉了下来，乌云压顶，狂风在海面上卷起漫天水墨。出血号犹如一把黑色的利剑，劈开波浪，逆流而上。不到半小时，我们就看到了令人头皮发麻的末日奇观。远处的海平线上，一道高达50米的黑色水墙，仿佛连接了天地，正带着毁天灭地的轰鸣声碾压过来。而在水墙的前方，官方的诺亚1号方舟，这艘曾经不可一世的钢铁巨兽，此刻正像个玩具一样在波谷里剧烈摇晃。轰隆，水面轰然炸开，一张布满成千上万颗倒刺獠牙的深渊巨口冲出海面，一口咬住了诺亚1号的尾部。那是一头变异的苍龙与巨鲸的结合体，浑身覆盖着如同黑色岩石般的厚重鳞甲，背部的骨刺像一排排锋利的巨刃。它仅仅是一个甩头，诺亚1号坚固的合金尾部就被硬生生撕下了一大块。火光冲天，无数幸存者像下饺子一样惨叫着掉进沸腾的黑水里。老天爷，我爸握着舵盘的手都在发抖。爸，把船停在海啸的安全缓冲区，剩下的交给我。我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启动了甲板上的单人极速潜水艇。这艘潜艇是我用空间里的航空材料改装的，速度极快，抗压能力惊人。初出，千万小心！我关上舱盖，潜水艇像一枚鱼雷般弹射入海，直奔那头深海巨兽。在水下，怪物的体型显得更加压迫感十足，它的每一次摆尾都会在海底形成巨大的暗流漩涡。我驾驶潜水艇逼近它的腹部，深吸一口气，将空间感知力催动到极限。空间穿透切割，我试图直接像切章鱼触手那样切断它的内脏。然而这一次我失算了，怪物的鳞甲和肌肉密度高得离谱，我的空间裂缝切进去不到半米，就仿佛砍在了最坚硬的钛合金上，被强悍的生物力场硬生生弹开。好，怪物察觉到了腹部的刺痛，猛地转过那颗卡车大小的眼珠，死死盯住了我这只小飞虫。周围的海水瞬间沸腾，怪物张开血盆大口，一股极其恐怖的吸力从它嘴里爆发。周围几万吨的海水连同诺亚1号掉落的残骸，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死亡漩涡，将我的潜水艇死死扯向它的喉咙。警报！动力系统过载，无法逃脱引力场。潜水艇的红灯疯狂闪烁，既然切不开你的外壳，那就从内部瓦解你。我眼中闪过一丝狠绝，非但没有反向加速，反而一把推满油门，顺着漩涡的吸力，驾驶潜水艇直接冲进了怪物漆黑的巨口中。砰砰砰！潜水艇在怪物布满倒刺的食道里剧烈碰撞，外壳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腥臭的粘液和强酸胃液瞬间包裹了潜艇，抗腐蚀涂层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溶解，这就是它的胃袋。我解开安全带，看着外面翻滚的强酸，脑海中无比冷静。10米绝对领域，给我开！我以潜水艇为中心，瞬间发动了空间神技。怪物胃袋里那足以融化钢铁的胃酸，甚至包括它胃壁上的空气，在半径10米的范围内被瞬间抽空，转移到了我的空间废料区。绝对的真空屏障在它体内撑开，怪物发出一声痛苦到极点的闷吼，庞大的身躯在海面上疯狂翻滚，掀起更加恐怖的巨浪。它的内脏因为突如其来的局部真空压力瞬间失衡，开始大面积出血撕裂。但这还不够致命，我闭上眼睛，将意识无限延伸，在真空屏障的保护下，我的空间感知力不受任何阻碍地穿透了它的胃壁，向上疯狂蔓延，
直逼他的心脏。找到了，那是一颗比我的潜水艇还要大上2圈的巨大心脏，正在疯狂跳动，蹦出海量的暗红色血液。给我收！我将5000平米空间的全部吞噬之力集中在这一击上，这不是切割，这是剥夺！咔嚓！怪物体内传来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闷响，那颗巨大的、充满磅礴生机的心脏，连同周围的粗大血管，瞬间凭空消失。海面上正在疯狂肆虐，准备将诺亚1号彻底拍碎的深渊巨兽，动作戛然而止。他那双猩红的巨眼瞬间失去了光彩，庞大的身躯仿佛失去了所有力量，重重地砸在海面上，掀起最后一道滔天巨浪，随后便像一座死去的岛屿般，静静地漂浮在血红色的海水中。死了，一击必杀！我坐在潜水艇里，看着空间中那颗还在微微抽动的巨大心脏，以及心脏中心那颗足有篮球大小、散发着璀璨金光的晶核，嘴角疯狂上扬，空间印记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灼热，贪婪地将这颗神级晶核吞噬。轰隆隆！这一次不是海啸的声音，而是我的脑海中在开天辟地，5000平米的空间瞬间崩塌，随后以几何倍数疯狂重组、扩张，10000平米、10万平米、100万平米，直到它变成了一个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微型世界。黑土地连绵成片，化作了起伏的丘陵和平原，小水洼汇聚成了清澈的湖泊和奔腾的河流，甚至在空间的顶端出现了一轮模拟太阳的温和光源。我的空间彻底进化成了一个可以容纳数十万人繁衍生息的真实世界。不仅如此，随着巨兽的死亡，它庞大身躯引发的50米超级海啸也失去了后继动力，在距离初雪号还有不到10海里的地方轰然溃散，化作了漫天的大雨。当我驾驶着潜水艇从怪物被切开的腹部冲出海面时，迎接我的是诺亚1号上数以万计幸存者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官方基地的指挥官站在破损的甲板上，看着那头不可一世的巨兽尸体，再看看毫发无损的我，激动地直接跪在了甲板上，朝着我的方向深深地磕了一个头。温小姐，不，温神，感谢您拯救了华南基地。从今往后，诺亚1号愿奉初雪号为主。我没有理会他们的狂热，只是驾驶潜水艇回到了初雪号上。初，我爸妈冲上来，紧紧地抱住我，老两口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爸妈，我没事。我笑着拍了拍他们的后背，打了个响指。而且我们发大财了。我将意识沉入空间，那头150米的巨兽尸体已经被我整个收了进去。它的肉可以食用，骨骼是比钢铁还坚硬的建筑材料，鳞甲可以做成最顶级的防弹衣。这头怪物足够我们挥霍几辈子。转眼暴雨末世降临已经10年，地球的地壳运动终于逐渐平息，一些高耸的山脉再次露出了水面，全球水位开始极其缓慢的下降。曾经的初雪号游轮现在已经成为了这片汪洋上最庞大、最繁华的初雪海上浮岛城。官方基地的诺亚方舟主动并入了我们的外围防御圈。我用空间里源源不断产出的新鲜蔬菜、纯净水和高级变异兽肉，建立了一套绝对的贸易霸权。在这里，没有饥饿，没有寒冷，只有我制定的规则。汪汪！一只毛茸茸的边牧幼崽跑到我的脚边，咬着我的裙角。这是踏雪的后代。我弯腰抱起小狗，走到福岛城最高处的总督府阳台上。我爸正带着一群官方的顶尖农业专家，在下层的甲板上研究如何在水上种植超级水稻。我妈则在跟几个贵妇打着麻将，笑声清脆。阳光洒在波光粼粼的蓝色大海上，海鸥在桅杆间盘旋。我靠在栏杆上，看着这座由我亲手打造的末世乌托邦，喝了一口冰镇的西瓜汁。曾经，陈浩宇和苏曼为了半块发霉的饼干在脏水里互相撕咬，而现在，我站在世界之巅，拥抱着无尽的湛蓝。这末世终究是被我活成了天堂。